嗨，大家好，我是 Kim， 然後跟你們聊一聊為什麼我會想要做火星計劃。然後最早它的起源其實來自於我做了一個品牌叫阿金人生進化中嘛。然後在2023年的年底的那一次，我經歷了一個破產，然後基於我自己的投資習慣了，對，然後經歷了一個很難熬的過程。那時候我就去找了我的人生導師，Rose 周開蓮。我曉得應該有些人認識他，有些人還來不及認識他這樣。然後我去找他的時候，我就跟他講了，我那時候情況其實不是很好，很需要別人幫助我。那我不知道該怎麼做。然後聊着之後，Rose 就問了我，他說：“你現在情況不好，我可以理解，但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現在想要做的？”我說有，我想要幫助別人，但是那句話我沒有講完。我講了，我想幫助別人，但是如果我有這些資源，所以你可以看出來，其實那個時候我的對話是很猶豫的，很從心裡面硬擠出一些東西，好像我想做，但我被限制住了。Rose 沒有理我，他再問了我一次，他說：“嘿 Kim， 我想要問你想做什麼？”這樣，我就說我想幫助別人，但你可以感覺嗎？我又一直重複了當初我被限制住的這個畫面，然後到最後一次他又問了我一次，他說：“嘿 Kim， 我想問你想做什麼？”然後這一次我沒有回答他了，我就在隔天我做了自己的品牌阿金人生進化中的第一篇文章，我寫下了在創業，但是我想要告訴大家，其實那個時候我正在經歷一個破產的情況。然後最早的時候，就各位可能認識我的時候，我是在做 Popdaily 的 CEO， 我現在這間公司大概待了11年左右。然後確實賺過一些錢，然後也因為自己的無論是創業經驗太糟糕或者幹嘛，我也經過好幾次破產。2023年那一次是我第3次經歷過這個破產。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OK， 好，我要去做一場直播好了，因為我那時候我做阿金人生進化中嘛，我就想，以前我在各大年會上面，我都是講的還 OK 的講者，然後那個年會都是幾千人，然後在幾千人台上面去講自己，無論是自己人生故事，或者是 Popdaily 的進展狀況，都是如此的。所以那時候我以為，我們那時候做直播的時候會有好多人來，我以為會有好多人來，但結果沒有。我那次做直播的時候只來了3個人。就大概在那個直播畫面裡面，你能想象嗎？是一個那種 Google Meet， 然後我就在那邊直播。之後在那個直播那裡，我跟他們講了一個故事。我現在想把這個故事分享給你們聽。它是這樣子的，在當天的直播結束的時候，我告訴大家，謝謝你們來，我想要很清楚的記得你們每一個人，因為未來的某一天，我會在很大的舞台上面，大到光照到我的臉上我都看不清楚了，然後我來不及記得每一個人的臉，所以今天我一定要記得你們，因為總有一天我會在很大的舞台上面見，然後我們小巨蛋見。其實那個時候的背景是這樣子，是我面前只有3個人，我甚至現在想起來，我都會覺得說，為什麼當初我會講小巨蛋見，好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就是這麼不可思議的一個開始。從那一天的3個人的直播，然後那個時候過了270天，我在 TICC 過去，我辦過1000人，我去當別人講師，講了1000人演講的場地上面，然後接着辦了 TICC 的登月計劃，做了3000人，然後接着到現在已經不到100天，90幾天的時候，我們即將要去小巨蛋的這個過程，整個經歷我走了1019天。你說這一切很不知道你為什麼會走到這裡，你曉得嗎？我就有一種感覺是這樣子，就是如果我面前有一個人，他需要我去幫助，我就會去幫助他。所以我在想，也許是這樣，
也許是在這一條路上面，我幫助了好多好多人，然後每一個人都在他的世界裡面，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幫助我，就讓我能夠走到現在吧。然後那個時候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年我們做的那個就在登月計劃，它其實我人生有3個指南，叫我的課程系列有3個指南，一個叫做人生優化指南、工作優化指南、創業優化指南，然後登月計劃跟現在你們知道的火星計劃都在人生優化指南。那一年我做人生優化指南的時候，其實我遇到很多很困難的事情，是那一年我大概收到了8876封信，其中的大概1700多封信吧，是明確的表達了他們想要結束生命的意圖的。然後其中一封信我一直到現在印象都很深刻，他是這樣子的，他說那個 Kim， 我寫這封信給你的時候，我剛正在嘗試結束自己的生命中，但是我突然覺得累了，所以我決定寫這封信給你，並附上一張他剛剛正在割腕的照片。那時候其實我是很難消化這個過程，就是你真的很難想象是什麼樣的經歷才會使他替自己的人生開這麼深黑色的玩笑，叫做 OK， 我自殺累了，所以我有空寫信給你。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該怎麼做。那我就告訴他說，我能做的就是幫你禱告。然後接着我就把那個訊息截圖到我那時候經營的一個社群，現在還在經營，叫拉麵社。那知道我的人都曉得，你在樹洞寫信，就是你寫信給我，我會稱為這個東西叫做樹洞。所有人寫各種困難的情況給我的時候，我都不會對外公開，除非他同意，或者除非那個訊息是一個很正向且公眾的訊息。所以我有點像是我沒辦法講我遇到了什麼事，但我同時我自己很需要幫忙，然後那個人也很需要幫忙，但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然後我就把那個訊息截圖到拉麵社區，我說我沒辦法跟你們說明我遇到了什麼狀況，但我只能告訴你，我面前有一個很讓我無能為力的狀況正在發生，然後我希望你們給他力量，讓他有勇氣能夠繼續把他的人生往下面走。OK， 好。然後接着我就聽完這個消息之後，因為我就要處理我自己的情緒嘛，所以我就有一下子没有去看手機，然後接着就是好幾十則、好幾百則的鼓勵給一個陌生人，給一個甚至他們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的人。祝福你一定要活下去，你一定要加油，你一定要能夠幫助你自己，你要能夠往前走。所以這一刻我就能夠理解，我就把那些拉麵舍友給我的截圖，我傳回去給那個人。然後是直到有一天，我在課堂上面看到那個同學來了，他活下來了，你知道嗎？你們可以理解嗎？他就沒有死了，然後很感激我當初做那件事情。其實我本人沒有做什麼，我做的僅僅就是把我看見世界上美好的東西帶到他生命中了。所以你說我怎麼，就是每當你看到你自己有這個能力，你能夠啟發他人，能夠帶給他人溫暖，帶給他們生命中的變化好了，我怎麼會停下來？我停不下來，因為我太迫切的希望能夠帶給你們更美好的人生，所以後來就到了我們在做火星計劃。其實最大的原因是我那個時候想要帶着大家去挑戰不可能，到它能夠變成可能。所以在這過程中，我在做各種準備，我不一定做得很好，我可能我就跟素人沒有兩樣嘛，我跟很多人都沒有兩樣。我做這件事情的過程中，我怕得要死，我很擔心好多事情。對，我很擔心我表演的不夠好，我很擔心我哪裡做錯了，我很擔心各種事情。我無數次
想要暫停我面前的事情，因為它對我來說實在是太難以被消化了。從一開始，從一開始我在做這件事情，到後來有一天我女兒就看着我5歲的女兒看着我很焦慮，她就問我說：“芭比，你為什麼想要去小巨蛋？”對，我就是一直在想這個理由因為一開始我們準備的時候大概是237天，然後到現在進了100天之後，其實我變得超級焦慮，然後中間還因為要準備這些事情，我重新回去看諮商，也有一些，我也經歷了很多我自己的內在整合，包括我中間也出現了人格分裂這樣。我想它不應該不是我壓力太大還是怎麼樣，是在這整個準備過程中，我也發現了很多過去我自己不認識的我自己。那我也在經歷我自己的火星計劃，但我依然沒有放棄，我依然希望我依然希望未来我能夠，即便你們現在看到這個影片，我這麼的不確定，我這麼的感到害怕，我這麼的很擔心很多事情不會做好，但我依然帶着這個恐懼感往前走的原因，是因為我很相信，因為我跟你們距離很近，我不曉得其他的明星或偶像是怎麼做的，但我深深相信我跟你們的距離其實是很近的。我們很經常見到面，我們很經常在線下，幾乎沒有就是零距離的在接觸。我幫你們上課，跟你們講好多事情，錄語音給你們，傳私訊給你們鼓勵，回復你們 email， 隨時在社群裡面都讓你們看得到。我相信我們是很親近的，所以因此我一直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把我當成一個你生命中的證據吧，去看一個人，他即便像所有人都一樣，我們會有害怕，會有不確定性，會擔心很多事情，會擔心事情被搞砸。即便是現在這一刻，我都還是會告訴我自己，往前走吧，往前走吧，因為我就是對。我就通過這個行為，連我都會激勵我自己了。所以，如果真的可以，我也想要成為你生命中的證據。我知道有很多事情是僅僅通過努力你做不到的事情。我也在這個過程中接受了很多事。我接受了，也許我們不會填滿整個場地，也許根本沒有人好了。我接受了這件事，我也接受了我通過很多努力可能會沒有結果。但我想要傳達給你們的很重要的觀念是什麼呢？是接受失敗，其實也是一種勇氣啊。即便你很害怕，你能夠往前走，這也是一種勇氣啊，對吧？所以無論如何，我做了一件對我自己很有意義的事情，也對你們很有意義的事情，叫做我真的認真的活出每一天，把每一天都變成我自己喜歡的樣子。我們永遠都可以決定，今天對我們來說是不是這輩子最美好的一天？說我的答案很簡單，就是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要做火星計劃，我希望能夠成為我自己生命中的證據，成為你生命中的證據，成為那個如果每當你失落，每當你感到害怕、感到恐懼時，你會想起來，其實有一個人，他也很害怕，但是他也是為了自己，也為了你們繼續往前走。對，這個失敗沒有什麼大不了。我想最後我想要很誠摯的邀請你們來小巨蛋，去看見一個不可能變成可能吧，去看見一個他人用勇氣點燃你的世界吧，去看，即便我這麼害怕，我這麼不確定，我這麼焦慮，我這麼災難化的想法，我還是繼續往前走吧。我希望能夠帶給你們更多的鼓勵。我們7月1號小巨蛋火星計劃見，拜拜。